大家好，我是金建。4月份呢有个事件，就日本格力高公司SAP 上线后发生故障，导致出货停止。这个视频我想解读一下这个事件。这是一些声明。本视频内所有的信息基于网上公开的内容。视频里的日文翻译是机器翻译，没有做人工的校对，所以呢不保证正确。格力高是日本一家很有名的食品公司，像我们吃的 Pocky 就是他们生产的。今年4月份他们上线 S4HANA， 结果呢系统发生故障，导致暂停出货。这个事主流媒体也报道了，超市里一些格力高的产品呢都空了。好，我们来看一下详细的这个事件。右边呢是格力高公司的年报的一页，介绍了 ERP 系统项目。这个项目呢是从 R3 升级到 S4HANA， 然后包括了这个财务、采购、生产、销售等模块，可以说范围还是挺广的。计划呢2024年4月上线，投入呢340亿日元，差不多呢15亿的人民币，应该呢是包括了软件、硬件呢还有实施的钱，这个规模还是挺大的。据说已经 delay 过1年了。系统上线后就发现故障。这里呢是格力高官网上的说明。我要把主要的部分翻译成中文。首先呢是4月5号的这个说明讲呢发生系统故障，订单和发货受到影响。然后呢是4月12号，说从4月14号起停止销售冷藏产品。这个呢就开始影响业务了，比较严重了。然后呢是4月17号，说计划从周四就18号开始分阶段恢复运营。再然后呢是4月19号，说昨天部分恢复运营了，但是呢发现发货数据不一致，要继续暂停发货，计划呢到5月中恢复。这个呢就要影响1个月的业务了。最近呢是4月24号，说除了自己的业务外麒麟饮料公司委托销售的产品呢也受到影响。我在网上搜索想找跟这个问题有关的信息大部分都没什么用只有这一条在一个帖子下面呢有个匿名的回复，介绍了格力高的内部情况，说这个冷藏库呢是外部仓库，库存的系统和 SAP 呢是分开的。格力高呢负责系统操作，然后冷藏库呢负责运输。SAP 和仓库管理系统之间呢应该是有接口，可能呢是接口发生了问题，也可能呢是流程和数据也有问题。这毕竟是一个匿名的回复仅供参考。好，说一下我对格力高这个问题的解读首先系统4月初上线了，4月3号发现问题，4月5号这个官网发布说明，这说明这个问题一下子解决不了。如果能很快解决的问题就不会在官网发布说明了然后呢等到4月12号说要从14号开始暂停销售，说明从1号到14号间业务还在继续，但是呢系统跟不上，有可能做一些手工操作，系统外的单据会越来越多，库存的余额也会出问题，数据越来越混乱。差不多2个星期问题没能解决，感觉呢不只是开发接口的问题，再怎么样呢，如果只是修 bug 1个星期也差不多了。然后呢就是18号恢复部分运营，但是配送中心的发货数据不一致，估计这个时候接口开发的问题解决了，但是呢系统内的数据已经被搞混乱了，或者呢系统外还有积压的单据需要补。计划5月中旬恢复运营，难道是计划月底做一次盘点以后再把数据恢复吗？按理说拖的时间越久，要补的数据就越多。那要拖到1个月以后，这个问题就真的很严重了。以上只是我对现有信息的一点解读，但是呢，毕竟我也不知道具体情况，所以还是很片面的
我看到网上有一些评论，那有一些媒体和自媒体啊借题发挥，说些有的没的。那我想啊，针对网上很多人的一些误解啊，来说明一下。首先啊，这个上线算不算失败？你想一想，上线成功的定义是什么？一个规模这么大的系统，包含了财务、采购、生产、销售啊等业务，上线的时候发现出货有问题，这个时候你 go 还是 no go？正常来说啊，当然是 go 了。相比起整个系统出货的问题啊，还算是小的。那站在4月初的这个时间点，那肯定想的是啊，出货的问题过几天解决就行了。即使站在4月末的时间点，这个问题已经造成了很大的损失，那也是控制在销售物流的环节。要做的呢是解决这个问题，继续 go ahead，才是最现实、代价最小的路。那看看格力高官方怎么说的。系统故障，人家呢也只是说这是一个故障，并不是说整个上线的失败啊。有的人问啊，为什么不把旧系统和新系统并行 parallel run？那如果同时维护两个系统啊，工作量就要 double，接口呢还要冲突，搞不了两个系统。那即使有两套系统啊，就有可能呢数据产生差异，就要有人核对。那到时候以哪个系统为准呢？所以呢，正常来说啊，都不搞两个系统啊并行的。那有的人问，为什么不回复到原来的系统做 rollback？一般来说啊，rollback 确实是cutover 中的一个紧急方案，但是呢，站在4月初的时间点，是不会为了单单出货的问题啊就停止上线的，除非特别大的问题，比如整个系统崩溃，那才有啊继续用老系统的可能。而一旦开始上线，业务呢都在新系统运行了，到了4月中就更难的回到老系统了。所以呢，继续 go ahead 就是最实际的方案。有的人说啊，系统这个项目太复杂，那日本客户啊喜欢定制化，那这可能呢是一个事实，但是呢不是出问题的理由。复杂的项目啊多了去了，SAP 开发多的项目啊也很多。有的客户啊把 SAP 啊魔改的完全不一样，人家呢也能正常上线的。项目复杂和做定制化开发只是需要更多的工作量、更多的经验以及更好的项目管理。那还有的媒体啊说是德勤的锅，说是德勤负责这一块。虽然我也不觉得德勤会做的有多好，但是呢，在这样的项目里边呢，在不清楚具体问题来龙去脉的情况下，还是呢不要轻易啊把锅扣在某一方的头上。很多时候啊，你看到的问题原因啊，不是根源如 cause。那比如接口出了问题，就是开发的锅吗？Function spec 有没有写清楚？用户有没有提供详细的 business scenario？数据出错是顾问的问题吗？所以呢，在没有分析具体原因之前呢，就甩锅啊，真的是毫无意义。另外呢，我在网上啊搜索到这个招聘信息，这个江荣信息系统公司啊是格力高的下属 IT 子公司。这个招聘信息啊是招聘 SAP Basis 人员呢参与项目，这呢在大项目中啊也很普通。像我之前做过的某国企项目啊，100多个顾问啊，大部分都是国企自己的三产信息公司啊派过来，真正乙方咨询公司的人呢才10多个。那在格力高这里啊，我不知道具体的分工，那我只是想说啊，项目上呢也不会啊，只是一家公司的顾问。除了以上的这些信息啊，我觉得还有一些问题是需要值得研究的。首先啊，为什么要选4月初上线？一般日本公司的财务年度啊是4月初到第二年的3月底，4月初上线意味着切换还要做年结，工作量的增加，万一出问题啊，年报也会受影响，所以呢，一般上线都避开年结。当然，如果格力高特别不在3月底年结啊，那就没所谓了。所以呢，这个上线的计划到底是谁决定的呢？整个项目的管理是不是有问题？另外呢，5月初是日本人的黄金周，如果安排在5月初上线呢，说不定呢业务量会少一点。
当然，如果大多数人想要休假，像国内的春节那样，那就另外一回事了。不过呢，按现在的情况啊，这个黄金周项目组应该也没法休息了。另外呢，集成测试啊，integration test 有没有搞的？这一般来说啊，好好做测试，不太会出这么严重的问题。而且呢，虽然我猜接口问题，但是呢，到18日才恢复啊，是否也太久了？一般开发啊，修 bug 啊，用不了那么久。而且呢，什么样的数据问题要等1个月才能恢复？所以呢，我对自己前面的解读呢，也是抱着怀疑的态度。还有呢，项目上人员呢各自负责什么部分，这也是能看出啊项目管理有没有问题的方面。好，总结一下，格力高 SAP 上线以后的故障呢，确实是挺严重的。除了销售发货暂停的直接损失，超市货架空了以后啊，竞争对手会想办法占据货架，到时候啊，格力高想再把货架抢回来也不会那么容易。但这是一次故障，还没到整个系统啊不能用的地步。多做过几个大的项目，处理这些故障啊就淡定一点，不需要特别的大惊小怪。其实呢，这样的问题啊，你应该是不会知道真相的，因为进项目的人一般都会签保密协议，在项目里面的人呢不能说，在项目外的人呢不了解，只有官方渠道啊可以发布一点点信息，大家呢都是捕风捉影。还有呢，即使在项目里啊，也可能只知道片面信息。就算是知道一些信息啊，有的人呢也不会直说。其实呢，这样不太好啊，很多管理问题啊、流程问题啊被推卸了。那只有经过认真研究，才能了解呢根本原因，再对组织进行改进，避免呢再发生问题。好，今天的内容就是这些，谢谢大家。